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。您一定想不到，把秋葵切成圈圈，打几个鸡蛋，不蒸不煮不油炸，这做法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试过，连厨房新手都能轻松拿捏。做好了端上桌，金黄的蛋香混着秋葵的爽滑，筷子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感兴趣的朋友就跟着我的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处理一下秋葵，可别直接就上手切。新鲜秋葵的表面有一层细密的绒毛，摸起来有点涩，还可能附着采摘时残留的泥土、细沙。直接切了下锅，不仅影响口感，还不够卫生。用食盐轻轻揉搓秋葵表面，盐粒能借助摩擦力，把绒毛和缝隙里的脏东西彻底清理干净。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，清洗时可得留意秋葵的地部比较硬，还带着小段茎秆，要是没洗干净，吃着会有渣感，只需轻轻搓洗，冲去表面的盐分和污垢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关键一步，给秋葵焯水。锅中烧适量清水，水开加一勺盐和几滴食用油。加盐能让秋葵保持翠绿，加食用油可以锁住水分。放入处理好的秋葵，保持大火焯水1到2分钟。秋葵焯水不仅能彻底去除表面可能残留的有害物质，还能破坏它含有的草酸，减少涩味，吃起来更清爽。焯水后立刻捞出，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能最大程度锁住秋葵的翠绿颜色和脆嫩质地，避免余热把秋葵焖软。再来准备2个新鲜的番茄，挑选番茄也是有技巧的，我们要挑选这种整体红彤彤的，而且按压起来是硬邦邦的，因为这种西红柿更容易出沙出汤。在顶部偷偷打上十字花刀，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去除西红柿的外皮。把处理好的西红柿放在101度的开水中，水要没过西红柿，经过开水烫制的西红柿更容易去掉外皮。盖上盖子泡3分钟。过凉后的秋葵先切成薄厚均匀的片，每片大概2毫米厚就好。秋葵的横切面带着漂亮的五角星纹路，尽量切得均匀些，既能保留好看的形态，下锅后受热也会更均匀。全部切好后装进一个大碗里，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里面打入3颗正宗的土鸡蛋。调味只需要一点点食盐，一点点胡椒粉，一小撮松茸鲜。把鸡蛋搅拌均匀，多搅拌一会儿，让蛋清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到一起。搅匀以后，直接倒进秋葵碗中。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生菜虾皮，加入虾皮下锅后会释放出鲜美的滋味，和秋葵的清润融在一起，味道的层次一下子就丰富了。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片秋葵都裹上蛋液。搅到蛋液表面微微起泡就差不多啦。这时候再加一勺玉米淀粉，继续顺着原来的方向搅拌，搅拌到没有干淀粉颗粒，放一边备用。3分钟之后，西红柿烫好了。再将西红柿的外皮撕掉，去皮后的西红柿先给它切成薄薄的片，切的时候注意别把底部完全切断，留一点点连在一起，这样方便后续切丁。片切好后再旋转90度，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条，最后将西红柿趴下切成小丁，每个小丁都裹着酸甜的汁水，看着就有食欲。
切好后装盘子里面。这时候起锅烧油，倒入西红柿丁，加几滴食盐。这个时候开大火炒，把西红柿炒出汤汁。西红柿炒出一点点汤汁时，往锅里加小半碗清水，继续翻炒几下，让西红柿在汤水里慢慢化开。看着锅里的汤汁开始冒起细密的泡泡，最后勾一点点薄芡，把火调小一些，改中大火慢慢翻拌，将番茄汁煮至浓稠，酸甜浓郁。另起锅烧油，锅中倒入比平时炒菜多些的食用油，油热到微微冒烟时，把秋葵鸡蛋液立马下锅，别急着翻炒，开家里最小的火来煎，既能让蛋液均匀受热，又能避免秋葵炒得太软塌。盖上盖子，小火焖煎2分钟。2分钟以后，记得上下左右轻轻晃动锅子，如果蛋饼能在锅中自由滑行，说明底部已经煎制定型啦，咱们就可以翻煎另一面。翻面时可以像我这样，先把火关掉，找一个和锅口差不多大的盘子，把鸡蛋饼完整的盛出来，再把锅倒扣在盘子上，轻轻一翻，蛋饼就稳稳的回到锅里啦。这样翻面既简单又不会翻车，非常适合家庭操作，还能保证蛋饼的完整。继续扣上盖子，开最小的火慢慢煎，将另一面也煎至定型。中途记得上下左右滑动几下锅子，让蛋饼受热均匀。毕竟小火的火焰集中在锅中间，不滑动的话很容易中间焦了。小火烙个2-3分钟就可以啦。最后把两面烙得金黄焦香，咱们的秋葵虾皮鸡蛋饼就做好了。金黄金黄的一大张，表面还能看到翠绿的秋葵，看着就特别有食欲。煎到蛋液完全凝固，边缘微微焦黄，带着点酥脆感时，就可以盛出来啦。趁热把炒好的西红柿盖汁淋上去，鲜红的番茄汁顺着蛋饼的纹路慢慢流淌，瞬间裹住金黄和蛋块的翠绿的秋葵，酸甜的香气一下子就漫出来了。光是这卖相，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流口水。用筷子夹起一块，鸡蛋的蓬松，秋葵的脆爽，全裹在味觉里。蛋香里带着焦脆的边，一口下去，先是外皮微微的酥香，接着是内里软嫩的口感，还有秋葵独特的清润，鲜得恰到好处，一点也不腻，属于一道老少皆宜的美食。以后家里的秋葵别老是清炒或者凉拌了，像我这样煎一个鸡蛋饼，焯水后更健康，营养丰富还不挑人，就连挑食的孩子也会赞不绝口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视频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